火力军刷视频看到了一个硬核测试，一门100多年前的古董炮居然能有如此威力，一发炮弹下去，面前的水泥块、煤气罐等测试物品就通通被轰得稀碎。虽然比不得现在的高能穿甲弹，但搁以前战场绝对是步兵的噩梦，再硬的肉身也扛不下这一炮。本期我们就来聊聊这门100多年前的拿破仑炮。炮兵远程火力打击的代表，是不可或缺的作战单位，但其能有如今的地位，所有炮兵都要感谢一个人——拿破仑，是他将炮兵的地位大大的提升。唯有倚仗火炮才能发动战争，而拿破仑炮就是整个拿破仑时期最靓的仔。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炮名字中的拿破仑并不是指那个天才般的拿破仑一世，而是指他的侄子拿破仑三世。其主要型号为 M1857 型12把和 M1841 型6把前装滑膛野战炮。即使在现在，很多爱好者还在以大小拿破仑来区分这两种武器。本期节目，火力军是以 M1857 型12磅为主进行的解说分析。12磅拿破仑炮自诞生以来，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野战火炮，甚至可以说没有之一。在当初的格底斯堡战役中，联邦军共投入了360门火炮，邦联军则投入了272门。这些火炮中有超过40%都是12磅拿破仑炮。而一门标准的12磅拿破仑炮，炮身长度为 1.68 米，重约550公斤，由青铜铸造而成。因材质关系，这种火炮被公认为极其坚固和耐用，即便使用双倍装药也不会损坏。在南北战争中，时任军械部长的乔治 ·D· 拉姆塞陆军准将在1864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12磅拿破仑炮在战争中没有发生磨损、报废或者炸膛的情况，其耐用性可见一斑。其名字中的12磅，这里并非是指重量，而是口径单位，即117毫米口径的炮膛能够容纳重达 5.44 公斤的重型铁制炮弹，能在 1.13 公斤标准发射药的推动下，拿破仑炮能将这个标准实心弹以5度的射角精确地投射到1480米外，在射角为10度时则可以达到1910米。不过由于炮架结构的限制，拿破仑炮的最大仰角只有12度左右，若能进一步提升炮身仰角，则其有效射程还可继续提升。1863年，联邦军围攻密西西比河的要塞维克斯堡时，曾通过垫高炮身等方法，成功对2743米外的目标展开了炮击。当然，拿破仑炮作为一种前装滑膛炮，其实与之前的各种前装滑膛炮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凭借冶炼技术的进步，拥有了前辈火炮们不曾拥有的优异性能。如喇叭状的炮口，虽然制作复杂，但却具有极好的散热效果。整个炮管又是铸铁一体成型，极大地加强了大炮的密封性和完整性。炮管尾部的孔洞既是排气孔，也是点火孔。使用前需要用一根铁针从孔洞内插入，刺破炮管内的发射药包，使内部的火药暴露出来。随后只需要将点火装置放进小孔，大炮就可以正常发射了。据悉，熟练的射手1分钟甚至能完成4轮射击，这样的发射速度在当时算是相当恐怖了。同时在精度上，拿破仑炮属于当时野战火炮中射击精度较高的一种，能够在914米的距离上有效执行反炮兵任务，能在1372米的距离上压制敌方步兵。最牛的一次是在弗雷德里斯克堡战役中，当时南军的布拉克斯顿少校和阿姆里中尉使用它发射实心炮弹，成功命中了1463米外的敌军旗手。另外，拿破仑炮和同时期的大多数火炮一样，能够发射实心炮弹、爆破弹、霰弹和流线弹。一般在攻击远距离目标时，发射的都是实心炮弹，如打击炮兵阵地、密集部队、大型建筑物目标等。尤其是攻击密集部队时效果最佳。一门由训练有素的炮手操作的拿破仑炮，往往只需数发炮弹就能让敌方大群步兵失去战斗力，有效摧毁对方的士气。
若是敌方步兵冲到距离火炮不到350米时，这时炮兵就会以每分钟4发的速度持续发射霰弹进行打击，直至其中一方转身逃跑或者毙命为止。此外，拿破仑炮还可以发射很多种类的爆破弹，其中一种记载的发射炮弹大约重4公斤，是一个空心的铁球，内装7盎司火药，爆炸后会形成5到12块碎片，向四面发射，射程823米。这2种弹药算是最早版的集束炸弹了，杀伤力惊人，其在尺寸、火力、机动性和重量等方面已是当时最完美的平衡状态，这也是拿破仑炮为什么受欢迎的原因。当然，拿破仑炮能大放异彩，也离不开拿破仑一世这个炮兵专家，是他奠定了如今炮兵的地位，搞出了许多关于炮兵的兵种和战术。拿破仑在战场上很重视发挥炮兵的作用。1799年，他建立了炮兵的最高指挥机构——陆军炮兵参谋部，让其直接管理了从火炮生产到炮兵学校，再到所有炮兵连的具体运营。在炮兵编制上，拿破仑除了废除军法编制里鸡肋般的营炮兵，他还突破性地建立了一支机动性优于普通炮兵的骑乘炮兵，俗称马拉炮。后者利用宛马托运火炮，炮手坐在马匹上或炮架上，极大提升了炮兵的移动速度。在作战时，骑乘炮兵往往随骑兵旅共同移动，执行近距离轰击任务，属于非常珍贵的支援火力。试想一下，2个势均力敌的部队发生碰撞，这时一方有火炮支援，一方没有，其结果可想而知。除此之外，拿破仑还将灵活机动的火炮部队集结为炮兵群，利用大炮心的机动力组成了高度密集火力，从而形成了可集中使用的大规模炮兵新型战术，以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几乎横扫了整个欧洲。也由此，炮兵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摇身一变成了统治战场的重要兵种，也为拿破仑炮后续的大放异彩奠定了基础。刚才提到新型战术，第一个就是大炮群战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火炮集群作战。只有将野战炮进行集群作战，才能发挥出其最大的效果。如使用大炮群战术，能够在敌军进攻时更好地瓦解敌方部队的士气，甚至为了保持持续性攻击，炮手甚至可以选择降低跑速，让炮膛得到充分冷却，进行长时间的发射。又或是大炮群战术，能够在防守时组建一道铜墙铁壁，能让单个炮兵连的强度和效果放到最大。比如当大家手里只有1门火炮或1个炮兵连时，那么随着距离的增加，火炮的威力就会随着距离精度而逐渐下降。但如果大家手里有5门或5个炮兵连呢，只要将它们并排组成一个炮兵阵地，那么即使在离炮兵阵地较远的区域，也能因数量够多弥补掉一部分因距离精度而下降的火炮威力，依旧拥有较大的杀伤力。所以炮兵更适合集中作战，别再傻傻的将其分散到战线各处了。第二个战术是火炮冲锋战术，你没听错，火炮也能冲锋。其实在大炮群战术基础上衍生的战术，通过集中火炮快速行进的方式，将大炮怼到敌军的家门口，直接进行距离的狂轰滥炸，属于非常激进的打法。在1807年的弗里德兰战役中，塞纳蒙率领麾下步炮兵与骑炮兵以36门火炮，果断发起了史无前例的炮兵冲锋。他以其中30门火炮为主，将其全速推进到距离俄军战线400米的距离上，对准巴格拉季翁所属俄军展开炮击。虽然俄军也抽调炮兵展开回击，进行火力压制，但塞纳蒙却浑不在意，在400米位置轰了5-6轮后，果断下令顶着俄军火力继续推进，在300米位置又射了1到2轮后继续挺进，最终来到了距离俄军战线200米的位置，实在勇猛。虽然巴格拉季翁发现局势不妙，出动了俄骑兵进行反击，但法军的反应也相当快，及时跟进的步骑部队在塞纳蒙的霰弹火力支援下，将这俄骑兵击溃。俄军第一线部队出现了动摇，为了挽回战局，当时全军精锐的伊斯梅洛沃禁卫团和帕夫洛斯克掷弹兵团发起了刺刀冲锋，但同样在法军的炮火面前崩溃。
即便距离仅有200米，最终法军以15分钟的炮击让俄军精锐伊斯梅洛沃团第3营参战的520人仅有120人尚存战力。而法军在挫败俄军反击后，塞纳蒙再接再厉，将火炮推进到距离俄军阵地仅120米处，成为压垮俄军的决定性打击力量。可见火炮冲锋战术讲究一个猛字，任何精锐的步兵部队在大炮火力面前都是渣渣。最后一种战术是炮兵奇袭，这套战术没有特定的规范，完全依靠指挥官敏锐的战场直觉。若是己方是进攻方，就是利用火炮的特点，为大部队人为制造栖息点，如引蛇出洞，派遣小股炮兵部队占据战略要点，引诱敌军来犯，并将大部分炮兵安排到能打击这个战略要点且隐秘的位置。注意，在战略要点选择上，必须是敌人无法忽略、势在必得的地方。等到敌军调集部队来攻时，隐藏的炮兵就可以对其进行轰击，尽可能将其消灭或消耗有生力量。当然，若敌人非常保守不上当，那就推进其他部队，反正这个要点我们已经占领。第二种情况，若是己方是防守方，敌军的部署绝对会避开我们的火炮射界，所以我们要让火炮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位置，如出现在敌人预估的射界外。当然，这同样需要引诱敌人到指定位置，让小股炮兵部队配合其他兵种，对敌造成火力不足、难以防守的假象。佯装溃败，等敌人进入射界后就可以进行打击。但这样的战术安排100年难得一遇，极少会有部队使用，尤其是现代战争。正是有了以上开发出的炮兵战术，才让后来拿破仑炮其他兵种协同作战的大放异彩。至于拿破仑一世的个人魅力，曾有好事者用数学算法算出他是史上最强将领。感兴趣的朋友倒是可以去看看一篇名为 Napoleon was the best general ever and there might powers it 的文章。雾月政变改变了拿破仑命运，彻底击败了督政府，让他成为了法国第一执政人，开启了自己15年的独裁人生。在独裁期间，他励精图治，在政治、教育、经济、司法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改革，甚至出台了拿破仑法典。在军旅生涯中，拿破仑带领大军亲自抵抗奥地利、英国和俄国组成的反法同盟军，并且攻占了慕尼黑，迫使同盟军投降。1805年，拿破仑带领 7.3 万法国军队在奥斯特里茨村击败了 8.6 万人参战的俄罗斯奥地利联军，使得奥地利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1806年，拿破仑通过联合德国境内的诸侯，占领了大部分德国领土，并且将普鲁士大军击败，令对方几乎全军覆没。1807年，拿破仑在波兰击败俄国军队，迫使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之签订和平条约，并且禁止欧洲大陆与英国的任何贸易往来，确立了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可见，若是没有拿破仑提高炮兵地位，开创多种炮兵兵种和战术，后来的拿破仑炮恐怕也无法获得战争之神火炮称号，也无法成为前装滑膛武器最后的辉煌。好了，关于拿破仑炮，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